抽脂的价格主要是取决于抽脂的时间还有范围的大小。那这个大腿环抽的价格大概会落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您今天使用的是传统抽脂的话，大概会约在15到18万左右；如果是微缩的抽脂的话，价格大概会落在万左右。一心一意造就您的美丽。大家好，我是子宇医师，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呢，不同的抽脂还有它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钱呢？有在注意抽脂的朋友们，大概都会发现，目前市场上抽脂的方式琳琅满目。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抽脂才是最适合您的呢？另外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价格上面有不同的差距？今天就让子宇医师来一一为你解答。如果大家对于抽脂的方式中间的原理，还有后面的细节，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参考子宇医师之前的影片。中间会有提到每一个抽脂方式的原理，还有后面的机转，可以让各位更了解抽脂的方式的不同。那今天呢，会跟大家简短的介绍，主要会拿市场上比较主流的3个来跟大家做比较。第一个呢是传统抽脂，第二个就是水刀抽脂，那第3个就是市面上现在蛮流行的超音波抽脂。那其中又拿比较代表性的微缩抽脂来跟大家做个比较。那传统抽脂呢，基本上就是使用负压的原理啊，在我们打完肿胀液之后，就将我们的抽脂管抽进去。使用负压的原理，将里面的脂肪把它抽吸出来。这些脂肪呢，没有经过特别的处理，所以相较之下，抽取的过程中会稍微失血比较多一点。那术后的疼痛指数也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那它的优点呢，相对的就是手术所花费的时间会稍微少一点，那价格也会稍微便宜一点。那它的缺点呢，就是因为脂肪没有经过特殊的处理，所以对于浅层的脂肪，有时候比较难去做抽吸的动作。如果太过积极的去做浅层脂肪的处理，有时候会造成皮肤表面的凹凸不平。那第二个要拿来做比较的呢，就是水刀抽脂。水刀呢是利用水压将脂肪细胞冲散，那这样子的话，对于神经还有血管的伤害性会相对的比较少。所以这个手术的优点呢，就是手术的过程中对于神经血管的伤害性比较少，所以术后的恢复过程也会比较轻松一点。那它的缺点呢，就是因为水刀本身并没有热能，所以对于皮肤紧实的效果并没有太大的作用。那第3个要拿来做比较的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超音波抽脂。那比较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微缩抽脂。微缩利用超音波的原理对脂肪乳糜化，它对于脂肪有特别的选择性，所以跟水刀抽脂一样，它对神经还有血管的伤害相对的就比较少。那对于浅层比较致密或者是纤维组织比较多的脂肪呢，因为乳糜化的关系，都可以处理得相当不错。另外一个附加的好处就是因为它有热能的关系，所以对于皮肤的紧实也有一定的作用。那相对呢，它的缺点就是费用会稍微比较高，那手术的时间也会稍微比较长一点。抽脂的价格主要是取决于抽脂的时间还有范围的大小，所以你可以想象，越大的范围所需要的时间就会越多，相对的价格就会越高。机器的价格越昂贵呢，通常就会反映在它抽脂的价格里面。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从比较普遍的地方，还有比较大范围的地方开始一一介绍。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我们大腿的环抽。那大家呢都希望有个笔直纤细的大腿，那这个大腿环抽的价格大概会落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您今天使用的是传统抽脂的话，大腿环抽的价格大概会约在15到18万左右。如果使用的是水刀抽脂呢，大概会落在16到20万左右。如果是微缩的抽脂的话，价格大概会落在18到25万左右。那腹部的环抽呢，传统抽脂大概落在10到15万左右。那如果是用水刀抽脂的话，大概会落在14到20万左右。那如果是微缩抽脂呢，大概也是落在18到25万中间。那手臂的环抽呢，传统的抽脂价格大概会落在5到10万左右。那如果是以水刀来做抽脂的呢，价格大概会落在9到12万左右。那以微缩来做抽脂的话，价格大概会在10到15万左右。那女性朋友比较在意的地方还有副乳的部分，不管是前副乳或是后副乳。那如果用传统抽脂来做副乳的抽脂的话，那副乳的价格大概会落在8到10万左右。那如果使用水刀来做副乳的抽脂的话，价格大概在10到12万。那最后，如果是用微缩来做抽脂的话，价格大概落在10到15万中间。那另外大家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双下巴。那如果要用抽脂的方式来处理你的双下巴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呢？如果是用传统抽脂的方式来处理双下巴的话，这个价格大概会落在4到6万左右。如果是用水刀抽脂的话，大约会在6到10万。那如果使用微缩呢，价格大概会在8到12万左右。所以子宇医师在这里建议大家，如果是范围比较小的地方呢，建议可以使用传统或者是水刀抽脂。
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抽脂的范围比较小，那造成凹凸不平的几率也比较低，相对的价格也比较便宜。那相反的，如果今天抽脂的范围是比较大的部分呢，子宇医师就会建议你使用超音波或是其他有将脂肪做处理的抽脂方式，比如说微塑抽脂。这中间的原因就是，当你抽脂的范围比较大的时候，如果脂肪有经过特殊的处理的话，可以降低出血量，还有术后的疼痛感。另外，有经过特殊处理的这些脂肪，术后造成凹凸不平的几率也会相对的比较低。那做完抽脂后呢，这些多出来的脂肪通常会怎么处理？之前子宇医师也有讲到，这些多出来的脂肪可以回填到我们需要的地方，比如说胸部啊、臀部或者是你的脸部的部分。那这一些回填的价格大概还要再多多少钱呢？一般来讲，回填的部分都是以部位来去做区分价格。那以部位区分价格的话，价格大概都落在3到5万为一个部位。比如说单纯补个苹果肌啊，或是夫妻宫的话，这价格大概都落在4万块左右。可是今天如果您要补的地方比较多了的话，通常诊所都会有一个优惠的 package。比如说，如果要回填全脸的补脂的话，价格大概通常都落在8到12万左右。那如果抽脂完之后想要搭配补胸的话，通常是多了5到8万块左右。那刚才子宇医师跟大家讲了抽脂的价格之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价格需要考虑的呢？抽脂除了本身抽脂的价格之外，其中还有麻醉的费用，还有塑身衣的费用，这2个费用都可以跟诊所讨论有没有包含在抽脂的价格里面。所以今天跟大家讲了那么多不同的抽脂方式，还有它的费用，其实并没有一个抽脂方式是绝对是好的，主要还是看医师的经验，还有他的习惯。所以抽脂的实际价格呢，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跟诊所直接来做一个联系。那中间大家可以注意的有几点：第一个，抽脂本身的费用；第二个，有没有包括麻醉；第三个，有没有包括塑身衣；第4个，后面有没有附加的疗程。以上这几个点呢，是大家在询问抽脂价格的时候可以考虑进去的项目。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大家对于抽脂的价格有稍微的了解了吗？那如果对于抽脂或者是补脂的价格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呢，请记得订阅、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我是子宇医师，大家下次见，拜拜。